这节课呢，我们来讲这个视频的中英文字幕。平时的时候做视频，我们如果说是手动去添加这个字幕的话，可能比较耗时。那这个时候我们会用到软件。这个讯飞听见译制这个我用过，而且应该是还可以，挺不错的。我们先把这个视频当中的音频导出来，选中它，然后我们按住 Ctrl+M 快捷键。这个位置我们不需要去选整个序列，它默认的这个序列就行。然后我们在这个格式当中选择 MP3，点一下找个位置，存到桌面吧，是9兆大小，我们导出。那我们看一下桌面上的这个音频，这是我们导出来的一个音频文件。我们要使用这个音频来做这个中英文的翻译。我们打开这个网站，首先这个讯飞听见译制这个网站的话，访问这个域名，然后不要去搜索。如果你搜索讯飞翻译的话，可能搜出来的不是这一个网站。然后我把这个网址的话放在视频下方，到时候你可以直接拷贝，然后访问就可以了。点击立即使用。我这个是有账号的，然后登录注册的话，这个不用说，应该大家都会。然后登录进来之后，这个地方有个项目管理，然后我们点击创建项目。创建项目这个地方选择我们的音频文件，这个是我们的音频文件。9兆的话，上传速度应该挺快的，几秒钟就传上来了。项目名称默认就好了，然后选择原语言。原语言的话，我的是简体中文，我的是中文。自动创建字幕，选择高级。过滤字幕当中的语气词，打开它。然后我们去这个地方有词库，我这个地方没有词库啊，我不需要去创建。我点击创建项目，它这个时候需要对对音频文件进行解码。你解码的话，应该挺快。它提示是预计10分钟左右，应该用不了10分钟啊，几分钟啊，用不了几分钟，解码完成了已经。它一开始出来的这个是原文字幕，也就是说它是根据你的语音翻译出来的一个中文简体的一个文件。然后我们点击这个编辑，因为它有一些文字有可能会因为口语方言的问题，或者说发音不标准，它会出现一些错误。这个地方有一个字幕检测，我们看一下。它这个字幕检测红色说明什么呢？说明是我们这一行这个字号这个地方这个位置是有问题的。它提示的问题是持续时间小于1秒钟。那针对于小于1秒钟呢，我们可以进行跟下边的进行合并。我们下边的这个是1秒24是吧？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两个进行合并。我们点击有一个拆分，还有一个合并。点合并的时候，它的技巧是它会把本行跟下一行进行合并。如果点拆分的话，你把鼠标放在这个地方，然后点拆分，它就会下载一下，安装这个，它会分成2行。我们试一下，它会在这个位置把它断开，然后我们先把它合并。合并完之后，我们再来看一下，超过10秒钟，
超过10秒钟，这也就是说我们这一行的话，它中间在这个音频轨道上，它的时间超过了10秒钟，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去做一些调整。我们可以把它小于10秒钟，把它往前拉一下，小于10秒钟，小于10秒钟就可以了。这个时候就会，没有错误提示了。然后我们来点击字幕，看一下其他的。这个是小于1秒钟的，都按照这种方式来进行处理。像这个，我们也可以跟下面的这个进行合并。它合并完之后是把这两段音频的位置都进行合并了，所以说我们再听一下，而且它的这个播放位置是对的。这样的话就按照一个一个这样去处理，总共问题不会太多，就几个。然后处理完之后，这个地方就会出现一个完成，我们来去改一下吧。这个是0.83不到1秒，应该是合并就好了。字符数，它这个字符数应该挺长的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提示，字符超过18个，字符超过18个的话，它也会提示我们有问题。那我们就把它的字符长度改一下，有一些没必要的字，然后可以减掉。这个位置小于1秒，然后跟下面进行合并。这个小于1秒，跟下边进行合并。OK，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地方提示我们完成并提交。我们这个地方没有错误了之后，我们要去对每一行的文字进行校对。有一些错别字的话，我们可以进行处理。我们在这里不做错别字的处理，我们先点击完成并提交。这个时候我们的中文简体的这个字幕就处理完了。然后我们看一下翻译字幕，我们来点击立即创建，选择机器翻译，选择目标语言，选择英语，我们翻译成英文。这个地方有话术啊，如果说你讲的是一些专业术语的话，你可以把它添加到这里边，然后选择一下就好了。我们不需要，点击确定。这个时候它应该是在把中文翻译成英文，翻译完成了，然后点击编辑，也是要去校对。这个地方我们不来做校对啊，你去校对完了之后，然后提交就行了。提交完之后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之前的一个，这个是我之前做的一个，我们点击看一下。这个是中文，我校对完了，这个英文我也校对过了。然后我们点击这个导出的时候，有一个双语字幕，它这个双语字幕的话，默认英文是在上边的，中文是在下边。但是我们实际工作当中，我们可能会把这个译文字幕，也就是英文，然后导出，然后我们再点击中文导出。这个地方有个原文，还有个译文，导出来。如果你嫌麻烦的话，你可以直接使用这个双语字幕，直接导出来，放到视频里面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导出了一个中文，一个英文，把之前的删掉，拷过来。然后我们在 Premiere 当中把它导进来，
这是我们的一个视频。我们把这个中英文字幕打开，打开之后，我们把它拖到右边，没有拖动到，我们先双击吧。双击之后，我们看到这个字幕的话，这是一个中文的一个字幕。然后我们再浏览一下，这个是英文的，双击，这是英文的一个字幕。我们先给它做一下样式吧，在这个位置右键点击全选，全选之后，我们可以对英文字幕这个背景颜色，还有一个文本颜色，还有这个边缘颜色做一下调整。背景那是黑色，然后字幕的话，文字是白色，白色我们可以变成黄色。然后我们把这个字幕拖进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中文还是英文这是中文。中文我们放在上面，英文的话我们把它放在下面。然后我们来看，稍微放大一点点，到这个位置才会有声音。然后我们把这个音频往后拖，把字幕往后拖，说错了。拖过来之后，我们再看一下，我们需要调整英文的位置。这个时候是中文和英文是盖在一起的，那我们选中一下下边的这个英文，选中英文之后，我们点击这个效果，点击编辑组件颜色，我们跑到颜色来了，然后我们选中这个英文字幕轨道，然后我们点一下它的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的时候，我们去把它往下移一下，把这个英文字幕挪到下边来。这样的话，我们来播放一下看一下。这样的话，我们的中文字幕和英文字幕就处理完了。